什么长弓百鬼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这么多人，不管了，冲出去再说。哎，看样子，他们不打算杀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……小子无心，你们快！那两个没义气的家伙！少年英雄自当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，怎这般唉声叹气的模样？还把酒当歌呢，都做了马贼的阶下囚了，还哪儿来的？好香啊！喂，是你在喝酒吗？哎，喂，是你在喝酒啊？哎，你也是被马贼抓来的吧？你哪来的酒啊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这位小兄弟，既然我们有缘在此做阶下囚，一起共饮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原本以为这漫漫长夜，我要一个人喝着闷酒度过，没想到却在此遇见小兄弟，我们也算是有缘之人了。酒不错，就是不够烈，没有老脏烧好喝。不知道小兄弟是因何被马贼抓起来的？被两个不靠谱的朋友给坑了。你小心点，咱们现在可是在长弓追忆百鬼夜行的营寨中，稍不留神，别说救刘无杰了，咱们俩得撂在这儿。话说，咱们也不知道这儿有多少的高手，就你我二人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你打算怎么救人？走一步算一步呗，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抓个舌头，好问一问刘无杰到底被关在哪儿了。真开心呐！吃饱喝足，咱们去看星星。好，舌头来了。罪过，罪过。什么时候想回答我的问题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拉你上来。你不是会心魔引吗？怎么不用啊？累。你真是在寒水寺长大的？不是寒水寺，还能是哪里人？你身上有罗刹堂的武功秘诀，这的确会引起江湖人窥伺，但还不至于让无双城这样的势力大动干戈，更别说是天外天了。12年前，天外天战败，与中原各大派签下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。12年之内，天外天的任何人不准踏入贝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还有一个5岁的稚子。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你们总觉得我是什么大人物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寒水寺里一个有些顽劣的小弟子罢了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
无心，什么？你要是再不拉他上来，他就死定了。糟了！听你这么一说，你的这2位朋友可真是有趣的很呢。哼，要不是他们，我怎么会被倒霉的抓到这里来？下次再见面时，我一定让他们好看。你现在被关在这里，想找他们报仇，怕是没机会喽。谁说的？他们当时的确是很没义气的跑了，但那也是因为事急从权。哦，你为何这么肯定？为什么？感觉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感觉？你可知道这吴昕是什么人？吴昕，他不是忘忧大师的弟子吗？哼，哎，就算他不来，萧瑟也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毕竟我还欠着萧瑟500两银子呢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嗯，别光顾着说我呀，你呢？你朋友不来救你啊？我从来没有朋友，也不需要朋友。啊？那你为什么一个人来这儿？我吗？我来这里，是因为我想当皇帝。你想当皇帝？哎，你喝多了吧你？你要是当了皇帝，那我就是剑仙了。好，我要是当了皇帝，就封你做剑仙。这剑仙可不是皇帝封的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。你放心，当我朋友来的时候，一并把你也救出去。吵什么吵？出来！哎，喂，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啊？这位兄弟，你别慌啊，我朋友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高僧饶命！高僧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好了，告诉我吧，你们今天上午抓的人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别！我知道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凡是被绑的肉片都关进地牢里了。你们这长空追忆、百鬼夜行，都有多少高手啊？什么境界？我们这儿武功最高的就是大当家的，不过前2天寨里来了一个人，我看应该是个高手，大当家对他相当的尊敬，还称呼他为公子。公子，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。公子，那个人真的会来劫狱吗？劫狱？他现在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难保，还劫狱？要是他真的来了，我还真想见见他。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。天外天少宗主叶安世。刘无节，刘无节，萧瑟，我在这儿。钥匙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来救我。你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刚有个兄弟去关在我隔壁，就是他给的我酒。
我还说把他救出来来着，他就被人给带走了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在牢里还有酒喝。这酒，天启城碉楼小处的秋露白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喝这么名贵的酒？不过他这酒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酒呢？难道是？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我就知道，以你的神通，若是白天出手相助，这小夯货绝不会被抓来。你放任他被抓走，晚上又来救他，一定是另有所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原本这一出戏已经落幕了。公子的意思是？天外天想迎回他们的少宗主，中原各派有些不想放虎归山，有些纯粹是对罗刹堂的秘籍感兴趣，这才引来了多方争夺这黄金棺材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多方争夺的这枚棋子会自己跳出棋盘。这样一颗不安分的棋子，走到哪里都是变数。如果他要回天外天，以后我们少不得要跟他打交道，还是提前了解多一些比较好啊。公子说的是。不过想跳出这棋盘，哪里是这么容易的？他就算轻功再怎么绝顶，想甩开各大势力的盯梢，不对，我错了，他一定会回来劫狱。寒水寺无心，特来拜会长空追忆，白虎夜行。大水来！快使！这边！奇怪了，鱼石虽然不大，可同北离之间也有通商，虽不说客商络绎不绝，但也不至如此景象啊。是啊，我们这都行了大半日了，连一个人都没见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鱼师出了什么大变故？这我也没听说呀。会不会是官道改道了？你个小夯货，你当官道是河道？说改就改。哪个叫笨货？行了，咱们也别瞎走，这分明就是迷路了。和尚，你不会也不认识路吧？我看过地图啊，这附近的路只有鱼石官道这一条，跟着路走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哪里是官道？这分明就是人踩出来的野路，地图上又怎会有标记？这就是你带的路。问世之不参涅槃堂里禅者，南湖其不结路矣。少拽闻了你。凡夫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，则为迷。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只是
有那人的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昨晚实在是太过于混乱，我们的人在追击的途中，还和几部探子发生了冲突，结果故意露出破绽，引我们上钩，顺藤摸瓜地找到我们的营寨，然后出其不意地制造大混乱，自己逃跑，借我们的手帮他清理掉身后的尾巴。这个吴昕真是好算计。现在除非剑仙出手，再想找到他，可就难了。公子，要不要请？这种小事不要惊动义父。而且，我已经猜到他要去哪里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还说我们没走错，这分明就是一家北离的客栈。我们这是绕了回头路。路可能走错了，但方向肯定没错。我们一路往西，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是师父。真是见了鬼了！驾！谁？什么人来杀你？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。
萧瑟，这地方太破，根本就没法住人啊！眼见就要天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打扫一下，在这里歇歇吧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跟我说，这客栈出现了突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让我们赶紧上路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萧瑟，你说呢？我没意见。嗯。就知道你没睡。白天那个记号是江湖白晓生的吧？你是他的弟子，算是吧。怪不得你知道这么多江湖的事。我叫老和尚倒是跟我说过，白晓生的确有个姓萧的弟子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，肖老板，记得天亮之前要回来哟。真记仇啊！师父。你要去雪月城？是。你可知道，你要是入了雪月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听说，你是为了500两银子。师父不愧是人称白晓生，这都查得到。只是为了500两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都是大事。哦，是500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雪月城还得起？他们还不起，不过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帮我去讨这笔银子。他们的确会很乐意，不光是他们，任何一个江湖大势力都很乐意帮你去讨这500两银子。只不过，能拿到这笔银子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，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呢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是吗？剑仙出手都没能取我性命。你不用试探了。那日废了你的武功，又将我重伤的人是谁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可是怒剑仙严战天，难道是孤剑仙骆青阳？你别猜了，有些事情决定了放下，就别再想拾起来了。不就是500两银子吗？和性命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自己掂量吧。看来师父是真的不看好我了。那师父觉得，这500两银子谁能拿到？白王萧崇，赤王萧影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
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在师傅眼中，武功就这么重要？你知道我说的并不是武功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唉，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弊也。师傅，该您落死了。传给你了。我的武功尽废了，还要这武器棍有什么用？讨账的路不好走，你留着当拐棍用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师傅指教。说吧。弟子要去鱼师，路该怎么走？你迷路了？是啊。师傅，这不好笑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带着那两个小子来这里找死。找死？这里向西30里有一座城。什么城？木良城？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、南雪月、东无双、西木良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良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木良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这个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清扬。孤剑仙洛清扬。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清扬独坐木良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世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清扬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真是稀客啊！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尊主，不去酿你的酒，跑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调侃我啦！这盘棋是长风留下的。唐莲到九龙门了？到了，可是却是空手到的。失手了？是，因为有个老朋友出现了。白发仙。虽然唐莲的功夫已大有精进，是这辈年轻人中的翘楚，又有千洛那丫头相助，但面对这样的高手，怕是犹未可及。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，前2日寻不着她，长风都快急疯了。所以吴昕已经被天外天带走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。吴昕跑了，我猜他应该是赶去鱼师了。他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，那也是他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。哦，对了，顺手还带走了2名唐莲的同伴。雪月城的弟子？不是，唐莲系上说有一个是雷门弟子，这一趟本应该来雪月城拜师的。
雷门弟子，好像还是雷轰的弟子。另一个则更有意思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，所以一路跟着。常连说，这个人心机颇深，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。客栈老板，他自称叫萧瑟。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？宫里也有人坐不住了。五大剑里的第二高手长相剑锦仙公公，数日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，奔那里去了。沈敬周也去了，看来宫里的那位还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无双剑侠出事，是一个叫无双的小子，他也和白发仙交了手，毫发不少，现在也向御史赶了过去。至于另外几大门派的人马，却都被人挡了回来。挡了回来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过这还真是帮了天外天的大忙。若不是这样，仅凭白发仙一个人，怕是连吴昕的面都见不上。这次本该我们亲自去，唐莲就算是这一代雪月城弟子中最出众的，但凭他一人，也敌不过那么多高手。总要给年轻人一些历练的机会嘛。历练？你还真是放心啊。哎呀，偌大一个江湖，怕一个17岁的孩子。是一个17岁就修得罗刹堂所有秘术，差一步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并且身为天外天现任首座的孩子，他们能不怕？12年前，在雪月城里你练你的剑。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完，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呀？只有4个字。是哪4个字？平心而动。这不简单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。无禅师傅，这平心而动，在佛家可有解释？佛曰：随心、随性、随缘。这不和我说的一样吗？无禅师傅，在你眼里，吴昕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在下很小的时候，就随大觉掌门离开了寒水寺，之后就很少同吴昕师弟见面，了解不深。但是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，令我印象深刻。这就是金刚伏魔神通。吴昕师弟，只是何为神魔？此事应当由谁来评判呢？我不知道，师傅他们说什么是魔，那我就除什么魔。经书上说，除魔是杀尽烦恼之魔，当除的不是外魔，而是心中之魔。若不是听你亲言，我一定不会相信
这是一个5岁幼童所说的话。我自小出生在唐门，门规森严。12岁前，在内房6门修炼心法毒术；16岁时，练成了外房32门的所有暗器手法。17岁时来到雪月城，拜师尊为师，至今已有6年。这23年间，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是既定好的，我只需要完成即可。这平心而动，我不太明白。有什么好琢磨的？师兄，你就慢慢想吧。本姑娘啊，先去睡觉了。巫山师傅，明天就要到鱼师了，若见到令师弟，你会怎么做？平心而动。堂兄慢想，在下先回去睡觉了。平心而动也好，随心随性随缘也罢，遇见之时，心中那刹那间的反应，便是你的心了。我觉得吴昕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更何况在马车上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。你呀，就是想太多了。这么瞻前顾后的，哪有个少年郎的样子？想不通就先别想了。明日我就要回三顾城去了。你路上要小心哦。吴昕，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这次法事势必会惊动整个鱼市，到时候会有很多高手赶来，你有信心吗？那又如何？老和尚已经不在了，谁能管得了我？小僧，那是什么呀？难不成是舍利？舍利？有些高僧在作画之后，身体里留有珍珠般不溶不灭的物体，俗称舍利，是佛家圣物。老和尚死后，身体瞬间沉迷，但在那灰烬之中，还留下了一颗舍利。
我便想带着这一颗舍利回到玉石。老和尚生前回不来，死后我带他回来。傻孩子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，莫哭，你该回你自己的家了。无心的家是寒水寺，这里是寒水寺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啊！又想家了吧？师父，有一天你也会像父亲娘亲一样突然离开我吗？傻孩子，我会一直都在你身边的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寒水寺只是你一时栖息之地，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该回你自己的家去了。你的家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，乃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呐。不，师父，这次哪儿也不去，这次就想回寒水寺。唉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唉，只有那些人认为你会成为颠覆着天下的火种。求师父，求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唉，只有那些人认为你会成为颠覆着天下的火种。求师父，求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其实，我们并非师徒，只是有缘，相互陪伴着走过一段路程罢了。如今，我陪你的路已经走完了，前面的路只能靠你自己继续往前走了。师父，师父！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勿忘本心，切莫回头。这伞能遮住天上的雨，却遮不住你心里的雨呀。来，我们索性把心灵洗一洗，总会雨过天晴，云淡风轻的。无心谨遵师父法旨。
听声音，好像是在做超度的法事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漏尽通，邪魔就在前面的荒山之上，加快速度，撤！原来吴昕是在给忘忧大师做超度。我听师傅说过，他的故乡就是鱼师。难道吴昕的目的，竟然只是为了让忘忧大师落叶归根？落叶归根。吴昕师弟不是魔，师傅也没有助魔，凭心而动。我终于明白我自己的心意了。驾！走吧。现在就别装出那副白衣胜雪的样子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唉，本想成为那玩世不恭，却又孤傲于世的超脱之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个老和尚，我竟然都舍不得。失策呀，失策！但是老和尚说了，前面的路还是得自己走。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我相信，我一定能坚持走下去。您放心吧，师父。就是他们了。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！九龙门的正派神通，难破的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我就知道了。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机锋！啊？什么？什么机？哎呀，什么机不机锋？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。什么雷门啊？啊？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节是也。可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，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无节，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阵，请指教。
入阵！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信心？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者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雷，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阵成了，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吁！师兄，到了吗？就是这儿了，再往前5里，就到鱼师了。想必九龙门的大师已经到了。师兄，这无心真有这么重要吗？这一路狂奔，昼夜不停，可把我累坏了。你好意思说？我们到三顾城多久你才到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到鱼师了。哦，没有我，你们到了也打不过呀。你，你说的没错。师兄，这无心身上除了有点罗刹堂的秘籍，还有什么特别的来头？有点秘籍，那可是32本秘籍，32本。那我们抢这个无心的目的是？第一，这罗刹藤的武功，自然是物归原主。至于这无心，必须归我们无双城。这一次，绝对不能让雪月城抢了去。当年，雪月城未立之前，咱们无双城可谓是真正的天下无双。虽然嘴上不愿承认，但是无双，你是咱们无双城100年以来最有天赋的人。咱们无双城要想重新拿回这天下第一，就只能靠你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师兄希望你能全力以赴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就想问，既然这无心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在出发前不说，偏要在快到了才告诉我呀？这些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啊？无双城100年基业，真的要靠这个白痴吗？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无心，大觉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都说是许久不见，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九龙门虽不以武技见长，但有从西域佛域传来的本相阵。据说此阵一列，即便是天下一流的高手，也难以突围而出。你们7人形如1人，不知心是否也是一心呢？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
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吴昕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吴昕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一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吴昕，你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吴昕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吴禅。那你可知？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吴昕猜想，大觉师父见到吴昕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1戒。没错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吴昕，吴昕，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少宗主，莫叔叔，莫叔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少宗主，天外天等待少宗主回宗，已经整整12年了。如今的域外16派4分5裂，唯有天外天从未有1人离开。我们都等待着少宗主回宗，重掌大局。莫叔叔，我明白了，我们走吧。
恭送天外天宗主叶安世回宗。枪仙就不要再逼我了。无心知道，其实老和尚都已经死了，回不回那座寒水寺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过老和尚说的对，我的家是那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。你可以回寒水寺，但不是现在。师兄，我走了。师弟，不管你是不是天外天的宗主，寒水寺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教你的拳，要记得打。那道拳看似普通，千百万遍打下来，水滴石穿，聚沙成塔。至于我教你的，我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它。我早就忘了。忘了就好。无心，你若不想走，我给你想办法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但人生在世，说是无情，又有谁能真的无情呢？此境不可避免，我去了却一些旧缘。了了之后呢？再之后，重回江湖，与你们结伴而行。剩下那口棺材怎么办？就地埋了吧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肉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流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哎呀，熬了半宿，终于等来一招好棋。嗯？嘿呀，你这一夜纵横四杀，不留余地呀！姑呢，不得不提起万分的精力，让自己输得不要太难堪呐！哈哈，这熬了半宿的人，应该是姑才对吧？天臣不敢。很久没与国师对弈了，但观国师这棋路，却较之前浑然不同了。圣上明鉴。天臣最近确实有些感悟。将来，世间万般诸法，千变万化，唯阴阳平衡不破。这阴阳，既在方圆天地之中，也在这黑白经纬之间。是冲是挡，是追是放，奇招万千亦不过，输赢两种结局，对弈之人也不过得失两种心态。国师何时学会
含沙射影了？天臣不敢。哎，话都说开了，那就继续说下去。质子之事，国师以为孤得了什么，又失了什么？天臣斗胆，圣上失了一枚质子，得到了国之安定，人心之道义。看来国师也觉得此事现在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天臣是这么认为。哼哼，还有一事。一事？不，一人。孤听说，他也出现在此事之中了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自然是去雪月城啊。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？嘿，放心吧，唐师兄去执行别的任务了。临走前，我让他帮我画了份地图。看，就这个，这次肯定不会错的。但愿吧。诸位，这下官风，上官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，说的便是我们雪月城的四绝，风花雪月。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这雪月城除了这四绝之外，还有一绝，您就不见了。这江湖人士想要拜入雪月城，首先要闯这登天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想当年，这混江湖的老乞丐徐伟，一口气登上了登天阁10层啊！这下得阁来，好了碗酒，喝罢酒，提着他那破棍子，再次登上登天阁，又连登了5层啊！上来这个师叔，你在这儿啊？没事啊？走了走了！哎，不许你吹我！再吹我！走吧你！这么磨磨蹭蹭的，还想闯阁吗？我这刚听到兴头上面。不就是老乞儿闯登天阁，连上15层，最后被枪仙引满城风雨化作一枪给打下来的事吗？又不是没听过。那倒是。不过，之前咱们在望城山上听到的，那叫传说。现在，在这雪月城登天阁下听到的，这才叫故事吧？懂不懂啊你？装模作样，回去我就告诉师祖，跑来雪月城闯登天阁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次来雪月城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，算你800两。啊？哎呀，我得去闯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登天阁，我来啦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少年看来也要闯阁，让你早上睡懒觉，被人抢先了不是？莫慌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呢。小师叔，你不是尽得师祖真传会那忘气之术吗？你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上几层？这位少年嘛，我估摸着他能闯到
江南霹雳堂雷家、雷无解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打算怎么赔我？赔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王朝的明日，那是天道，天道不可妄言。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。它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但世人想听的只是一个答案。因此，长香大剑问的那个天道，它并不存在。为何？如今只剩2种卦象。我想请问先生，若这次还是3面桃花呢？若仍是桃花，那此卦便是用九，见群龙无首。是吉还是凶？大吉！天下共治，群龙无首。观望者时机一到，可一化龙，直飞9天。那若是桃木剑呢？大凶，龙死荒滩，血流3万里。好。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我自己。只是我心中还有一丝迟疑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个决定，但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才胆怯来求一求天道。但是刚才我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这卦算不算都不重要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也不全是为了你。毕竟，若是真折了望城山的8成天道，我还真怕那赵玉珍提剑来砍我的脑袋。萧瑟，前段时间你怎么又下来了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哼，这么听来你还赢了？惭愧，惭愧。雷无姐，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嘛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比就比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马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
用缘分喝酒。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！这是酒肆老板？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瞎情而已。哎！哎，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嫩爱今宵月？夜上楼头弄玉箫。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怎么样？舒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好酒能品一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的倒啊，我就试试。这酒，这怎么回事？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脚下无尽的深渊，他有过这世间的纯洁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寻人频率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
第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那小家伙已经闯到10几层了，定是来寻你的。你不见见他吗？说不定是雷家，让他来寻雷云鹤的。若是雷家派他来，他就拿着名次找我了，何必去闯登天阁呢？我见过那孩子，一袭红衣，和他母亲当年一模一样，只是那傻乎乎的性格是学他爹爹的，和你。听说你等的那个人也入城了，你为何不去见他呀？你都不急，我自然不急。师兄呢？为何没跟你一起来？他呀，他为了酿他的孟婆汤，要去海外仙山去寻求他最后一味草药。孟婆汤，过去的事情，他就那么想忘记吗？他最想忘记的，只是一件事情罢了。哎，我们正聊着雷无节，怎么一下子拐到大师兄那儿去了？哎，说真的，你真不想去见他？哎，我说你这个执拗的性子啊，真得改一改。他可是你的……哎，罢了罢了，不提雷无节了。除了雷无节之外，还有一位你故人的弟子也来了。故人？望城山，赵玉珍。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。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节休息。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方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方？孟婆汤。孟婆汤。只需喝上1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。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一杯的吧？萧楚，我叫萧瑟，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自荐的时候要放。走，收回来。停字，收回来。姐姐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。小雪，小雪最乖了，不哭不哭了。我们继续练好不好？那我们再站起来练一下好不好？真乖。
15年了，我还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姐姐。小安，萧子，哎，那老板人呢？走了，寻酒坊去了。寻酒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助你连开3门火灼之术，你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好人就够了。哎，说得对，走，闯登那阁去。哎，吃个早饭再去吧。哎，也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嘛。走，走，吃早饭去。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，竟然只是为了800两。你又来了，我去登阁去了。不是你，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梁城内就只有洛清扬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清扬剑仙的名头，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清扬的武功，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杰，刘杰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。大陈师傅，咱们还有多久到九龙门啊？快到了，走。莲，很甜的哟。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师兄，我们萧瑟那个家伙，一听说我要去木梁城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吴昕也是，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？我只是远远的看一看，又不是要去挑战顾剑仙，小题大做。你说这赤王也真是够小心的，居然约咱们在这西域边境见面。这北离的情况和我们男爵不一样，他们太子之位迟迟没有定下，那几个有希望继位的皇子都暗自在江湖上发展自己的事业。除了这赤王萧雨，还有一个白王萧崇。这白王萧崇背后，正是怒剑仙严震天。那赤王呢？他身后的剑仙，难道是？自然是孤剑仙洛清扬。什么人？打雷了？这也不像是要下雨啊。那是雷无节去的方向。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？这小夯货，打个水都能打出事端来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想不到雷无节还能遇上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。他们的位置在移动，
看这情形，是往木良城的方向去了。木良城，顾剑心。喂，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他？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那小憨货没那么容易被干掉，兴许脱身了，一会就找回来了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们是往木良城的方向去了。万一惹到孤剑仙，他不是想去见孤剑仙吗？万一碰到了，正好入他的愿。你有心事。从昨晚回来之后，你便有些不对劲。总之要去你自己去。小憨货说要帮你，我可没答应。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分开，对我来讲也挺好的。你害怕了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拉着我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干什么？刘杰不是你的同伴吗？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点头之交罢了。他是死是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自小聪颖过人，13岁武功便入了自在地境。那时我很兴奋，追着老和尚问，我算不算是这一辈当中的第一天才？老和尚被我问烦了，最后说，北离有一个人，同样也是13岁，入了自在地境，17岁便入了逍遥天境。他当得上天下第一天才之名，他便是江湖白晓生的弟子，北离六皇子萧楚河。之后不久，便发生了琅琊王一案。天启寺守护中的李新月身死，他的女儿李寒英剑指当朝天子，江湖震动。据说萧楚河在天启城中跪了3天3夜，为琅琊王求情，最后却惨遭牵连，贬为庶人。那时我便觉得，这个萧楚河虽身在皇家，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义，是个可以结交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你就是萧楚河。你少装出一副得道高师的样子。你喜欢讲故事是吧？那我也给你讲一个。12年前魔教东征最后一战，北离各大派围攻魔教教主叶鼎之，最终叶鼎之战败，自绝而亡。可笑的是，出卖叶鼎之消息的，正是他的至交好友王仁孙。在我看来，叶鼎之妄称天下第一高手，竟死于自己好友的手中，愚蠢至极。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今日不用武功，会给你个教训。我警告你，你疯了！撕了你这张臭嘴！你疯了！好圣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力。此六者，君上之必也。是我错了。今天这里没有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也没有什么萧楚河。
何止是寒水寺的无心？不管怎么样，雷无杰是因为我才来到这里的，我得去把他带回来。而你，也只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有本事单打独斗，3打1算什么本事啊？臭小子，少废话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小爷我眨一下眼睛都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几个人的兵器，似乎是男爵之人的长刀。把绳子给我解开！小爷我一个一个陪你们打，打到天黑。男爵太子身边的侍卫，傅恒星。此人出现在这里，必有特殊目的。这小子大概是无意间撞破了什么。吴昕怎么还没来？给他点颜色尝尝。啊，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刀下留人！萧瑟，是你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家殿下至今还十分懊恼，当年在天启城千金台输给你一座城池的事情。年轻时的荒唐是吧？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怕是对我们的事情知道不少吧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是都知道了，才带人来拦截我们，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可不是我神机妙算，毕竟在这北夷之内，什么事瞒得过那一？你是奉命来的？我只是传个话，希望你们回去告知你们殿下，有些切，踩不得。我差点被你唬住。何出此言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被贬出天启城了。你们的情报不假，不过这天启城的水，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愿意一试。哎，出手啊！你只会躲吗？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才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，真是可悲呀！受死吧！萧瑟，不行，还不快走！什么手段？就在你刚刚和那人对峙的时候。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本来是想出手的，后来看你聊起年少的荒唐事，觉得有趣，就多看了一会儿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萧瑟，你跟刚才那个人认识啊？我听你们俩说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白啊？听他的意思，你之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呢，后来又被罢官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有个弟弟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刚才明明能解决他们3个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哎，怎么能妄动杀念？他们要是发现被骗了，一定会追回来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说得对，我们还是快去鱼师国吧。哎，
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呀？明君，他到哪儿了？师傅，探子回报，前些日子他从美人庄里逃脱，路上遭遇了西域最凶狠的马贼。后来他制造了一场混乱，就不知去向了。他应该是正在来这儿的路上，但是说下去，他却不是一个人。唐莲也在，竟然被说服了。不是唐莲，是2个少年，一个身着红衣，一个是客栈的老板。不过暂时还不确定他们的身份。师傅，您是怎么料到他会来这儿的？他要来这里找一个人。哇！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！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。哎，痛快！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。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。你只要能赢1局，算你赢。来，你等等，我先下阁去喝碗豆浆，一会儿我再上来跟你玩最后一局。行啊，去吧去吧。记得一块把银子带上来啊！好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，那13层那家伙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头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江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，视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走的。
我明白了。让开，让开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男子跑来跑去，看来真的只是休息一趟，还没有被打下来。这样下去，今天的风头都要被抢走了。莫着急，等他闯到第16层时，看我上去把他给赶下来，也省了我们一层一层往上闯的力气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在等他下来，不如我先请二位喝杯茶。哦。紫薇望气，倒也寻龙，你可看出什么来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飞轩莫动，这位兄台并不会武功。望气术有3层境界，你貌似只练到第1层。兄台是说我看错了？你其实是一位高手。不，你没看错，我的确不会武功，只是想请二位喝杯茶罢了。只是喝茶？既然遇见了望城山弟子，自然也想算上一卦。别再隐瞒身份了。雪月城有个组织叫做蛛网，专司情报。自你我入了下关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盯上。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命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这边请吧。哎，飞轩，你不总说自己虽习得那通天之术，却觅不到美玉良才吗？喏，这个就是了，去给他算上一卦吧。美玉良才，算你的，吃不了亏。走吧。哎，你回来了，豆浆可还好喝？嗯，等我登到阁顶了，我再请你喝一碗便是。这么自信？我有个朋友说，这赌其实就是靠小伎俩。所以我还是赌的。买定离手。哼，要赢还得靠真功夫。离你的手！撒手！撒手！撒手！再不撒手，我咬你了！116，8点，是13点，大的不能再大了。哎，你可以啊，啊，你的武功比你的赌术要强啊。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夸奖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无杰。我上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骆明轩。啊，我知道，落霞仙子的弟子嘛。我早就对落霞仙子仰慕已久了。仰慕已久？啊？怎么了？嗨，他这都30多了，说什么一掌断江，那断的又不是长江黄河。啊！你干嘛一脸崇拜的样子？我跟你讲，她其实就是一个老女人。明轩，来西照阁。那个，我先上去了，一会儿再见。真是个有趣的人。
本小姐不出城半日，就让人登上13级，真是一群废物！公子，可以开始了。且慢，又怎么了？上面登阁那位欠我800两银子，那我也要为他登阁出上一份力气。萧瑟，司空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怎么才到啊？按理说1个月前你们就该到雪月城了。唉，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修师叔，过13层了，又上14层了。哎，那个雷无杰呢？莫非闯阁的是那小子？司空姑娘猜得不错。上次匆匆一别，还没来得及切磋一下，这次正好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你是想替那雷无杰拦住我？小师叔，你不是说那个人不会武功吗？这可不是什么武功，这是一门轻功，不需要内力就能施展。什么轻功？天下第一轻功，踏云。这层守阁的人呢？大师兄，好久不见，大师兄。哎，不是说了没过门，先不要叫师兄吗？别人可以不叫，师兄一定得叫，毕竟咱们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。哼，你是雷门弟子，想要加入这雪月城，只需拿着名次找我便可。为何非要闯着登天阁呢？我来这雪月城，是为了见一个人，但若想见到他，就必须闯着登天阁。若是真跟师兄动起手来，让师兄梦坏！不错呀，最近武功的确精进了不少。我日日勤学苦练，可是一刻都没放松过呢。大师兄，再来！没想到你这火灼之术竟然如此厉害，嘿嘿，瞬息间就破了我这刀丝阵。刀丝？这怎么看都是普通的丝阵啊！你看，一扯就断了。胡说！我这刀丝是天下绝顶武器，竟然还没有敌过你这火灼之术。唉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你走吧。师兄，你这演技也太烂了吧！哎，你看啊，这儿呢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要想放水就跟我说，我不会给别人说的。你竟然敢说我放水？好，那你就接我一记暴雨梨花针。还敢不敢说了？不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